接着学习装饰，包括四肢、入垫、五官、苹果、背带、口袋、装饰线和花朵组成。先来学习四肢的钩织，由手和脚组成。先钩织手，手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注意手开始几圈。需要用2根线并成1根线钩织，可以从线团的外面和里面各取1个线头，合并钩织。下面用1根线演示一下钩织方法。在正式钩织之前，先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起针是环起，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。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钩针上形成一个线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线圈要大，将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1圈 ，R1 是 6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钩几个短针。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钩6个短针。先立一个锁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起立针不算1针。然后开始钩短针，这款玩偶的短针都是10字短针，穿入起针的大洞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勾出。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个10字短针就钩好了，后面剪成短针。右上方有一个 V 字形的2根线，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。继续钩第2个短针，穿入起针大洞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勾出，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第2个短针就钩好了。第1圈一共要钩6个短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短针。3、4、5、6，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完成了。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直接拉紧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，
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接着在这第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，穿入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，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二圈 ，R2 是6V，V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钩几个短针加针，这里表示连续钩6个短针加针。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在上一圈第一针针目中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引拔针的入针位置。在此处钩2个短针，钩织时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收一下。一针，再穿入同一针目钩短针，2针，短针加针就完成了。继续在左侧针目钩短针加针，不要忘记收线头。第二个短针加针完成，这一圈一共要钩6个短针加针，剩下的4个全部按照每一针里钩出2个短针的方法来钩。最后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，要核对一下针数，从最后一针往回倒数，1、2、3、11、12，这一圈一共12针。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，一定要注意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，拉紧，引拔针完成。起针多余的线头可以直接剪断，也可以在第3圈时藏一下，第2圈就完成了。后面的圈数大家对照表格钩织，注意后面钩织过程中也需要换色，换色的方法和之前类似，只是这里换线后不需要往返钩织，正常绕圈钩织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钩好，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端线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织一个手，这样手的钩织就讲完了。手钩好后，将它缝到主体第26到第31圈，在主体大致两边缝合，注意主体有引拔的这一侧朝后，两只手之间间隔约15个短针，缝合时稍微倾斜，手后面几圈也和身体缝几针固定。下面用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将手最后一圈捏扁缝合，
然后缝在对应位置。将线在里面过渡一下。最后将线头打结收好。这样一只手就缝好了，另一只手对称缝合，这样手就讲完了。手缝好以后，下面来钩第二部分。下面来学习脚的钩织，脚也是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由两个织片缝合组装而成，织片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沿着起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位中长针加针、F 位长针加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先对照表格把前2圈钩好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先依次钩4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。这样一个中长针加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4个长针加针，先来钩第1个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。这样一个长针加针就钩好了，继续再钩3个。钩好后，对照表格把剩下的钩完。完成后，引拔结束。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第4圈也钩好。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3片，其中一个也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另外2个预留约6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脚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缝合脚，先将2个织片缝合好，然后再将脚缝到主体第14到第20圈，在有手的这一面缝合，2个脚之间间隔约19个短针。缝合的时候，最后2圈长针位置朝上，稍微偏两侧一点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分别取出一个长线头织片和一个短线头织片，然后用预留的长线头将2个织片反面相对，卷针缝合好。
将预留的短线头放在里面。这样2个织片就缝好了，多余的线头先不剪断，然后用剩余的线头将角缝到主体对应位置，将任意一面与主体缝合，缝合的方法没有要求，缝合牢固即可。缝好后，将线头打结藏好。大家可以多打几个结。这样一只角就缝好了。缝好后，将另外2个织片也缝好，然后在主体对称的位置缝好即可。这样角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肉垫的钩织。肉垫分为小肉垫和大肉垫，小肉垫共8个，大肉垫2个。大家先对照表格把小肉垫都钩好，钩好后钩织大肉垫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，下面仅可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然后在起针的大洞里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2个长针，2个中长针。接着钩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挑针目前方1根线和下方1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
勾好后收好线圈。引拔结束。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起针的线头可以在反面再长一点再剪断，这样一个大肉垫就勾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勾一个，这样大肉垫也就讲完了。肉垫都勾好后，接着来缝合。肉垫都是反面朝外缝在角织片上，先分别缝一个大肉垫，然后在上方均匀的缝4个小肉垫。下面即可演示，将大肉垫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沿着肉垫一圈缝合，缝好后打结长线。这样一个大肉垫就缝好了。接着在大肉垫上方将小肉垫也缝好即可。缝好后，在内置角织片也将小肉垫缝好，这样肉垫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五官的制作，由耳朵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舌头和腮红组成。先来学习耳朵的钩织，耳朵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先对照表格，将其钩好。钩好后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这样耳朵的钩织就讲完了。耳朵钩好后，将它缝到主体上方，也是在有手的这一面缝合。从往返钩织的一行开始向上数，在第6行缝到第13行。耳朵后面大致与钩边入针位置对齐。缝合时弯出耳朵的弧度，用卷针缝的方法与主体缝合。这里的缝合方法和手相同。这里
针目缝好后，其余位置不需要再与主体缝合。下面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将其缝好即可。缝好后，在对称的位置把另一只耳朵也缝好，这样耳朵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鼻子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其钩好。钩好后，将预留的线头从正面钩出。起针的线头也可以在正面藏起针后剪断，然后用预留的线头缝到主体，在耳朵下方间隔3圈，在主体大致中间缝合。缝的时候反面朝外，有凹口的位置朝上。沿着一圈缝合，缝合的方法和肉垫相同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其缝好即可。这样鼻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绣制嘴巴，在鼻子下方绣制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一截约20厘米黑色线，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。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缝针，先在主体里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在嘴巴下方缝一条竖向的线段，大约占1针。然后再绣一条横向的线段，大约占5针。缝的时候，在竖向线段里穿过。然后用缝针调整一下，稍微弯出一点弧度。接着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，涂抹固定。最后将线头也在主体里藏好即可，这样嘴巴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舌头的绣制，剪约3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2股，
然后在嘴巴下方大致中间位置绣制，先绣一个 V 字形，上方这里大约站3针，然后在这线段之间填满线段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绣好即可，这样舌头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制作眼睛，由黑眼圈织片和成品眼睛组成，先钩织黑眼圈织片，然后在上方粘贴成品眼睛。黑眼圈织片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将它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将它反面朝外，缝到鼻子两边，2个织片对称，下方这里与主体第3个色段大致第5圈对齐，大致占7圈。两侧与鼻子间隔2针，缝的时候稍微倾斜，也是沿着最后一圈针目缝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即可。缝好后，在织片上方粘上成品眼睛，在平整的一面涂抹胶水粘贴。大家也自行将它粘好，这样眼睛就讲完了。接着来钩织腮红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钩好后，将它正面朝外缝到黑眼圈织片两侧，沿着针目和起针位置与主体缝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完成，这样腮红就讲完了。到这里五官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苹果的钩织，由主体、果蒂和绑带组成。先钩织苹果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减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先对照表格钩完前8圈，钩好后来钩织第9圈，先钩3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。来看一下，一个针目有这样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这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这根是后半针。钩针依次穿入左侧2针的前半针，将线钩出，绕线，再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。这种直挑前半针钩织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，用这样的方法钩织，针与针之间缝隙比较小，织物整体更精致。继续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这样第9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继续对照表格把苹果钩完。后面钩织最后一圈前，塞入废线头。苹果钩好后，将果蒂用预留的线头缝到苹果主体开始位置。果蒂开始的线头也可以穿到苹果里藏好，然后再把苹果缝到两耳之间，沿着倒数第2圈与主体缝合。缝合的方法和脚相同，大家自行将其缝好。缝好后，再把绑带在苹果上围绕1圈，系一个蝴蝶结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绑带辫子的这一面与苹果相对，
两端预留差不多长。然后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进行粘贴。粘好后剪约15厘米同色线，抽取其中2股，穿入缝针，将剩余的部分系成蝴蝶结。然后缝几针固定，先藏好线头，最后藏好线头，将绑带多余的线头预留一点剪断。这样绑带也完成了，苹果也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背带，有相同的2个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其勾好，勾好后将它缝到主体前面，上方与第2个色段最后一圈缝合，之间间隔约13个短针，下面与第1个色段倒数第3圈缝合，之间间隔约10个短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缝好后，在下方这里分别缝一个纽扣，用对应颜色的线抽2股缝合，在纽扣的4个孔交叉缝合。下面大家也自行将其完成即可。这样背带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口袋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将其勾好，勾好后将口袋最后一行反面朝外缝到主体，下方这里与第15圈对齐，在2只脚之间缝合，沿着3条边缝合，上方这条边不需要缝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勾好并缝好即可。缝好后，用对应颜色的线抽取其中2股，沿着缝合的3条边缝上线段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一节约2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2股。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材演示。先固定好线头，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然后沿着这3条边大致均匀的缝上小线段。
每个小线段大约0.5厘米。缝好后，也藏好线头即可。接着在口袋第2到3行缝上皮标，用线段同色线抽取其中2股，在左右2个孔缝合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完成，这样口袋就讲完了。接着来缝合装饰线，在主体第1个色段倒数第2圈缝合，从背带旁边1针开始缝，每个线段间隔1针，一直缝到另一条背带旁边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缝好即可，这样装饰线也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学习花朵的钩织，有相同的4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对照表格把第1圈钩好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，下面来钩织第2圈。先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接着钩织中括号里的针法，中括号表示在同一位置钩织。先来钩第1组，相连一针先钩一个引拔针，一个锁针，接着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这样中括号里的1组就钩好了。继续把对应组数钩好。钩好后，在第1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预留约20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花朵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3个花朵。
花朵钩好后，将它缝到口袋和主体，口袋和主体分别缝2个，口袋的2个与口袋稍微重叠一点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这里我在口袋上缝合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与口袋边缘缝几针固定。缝好后，在口袋里藏好线头即可，这样一个花朵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其余位置的花朵都缝好即可，这样花朵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学习尾巴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其钩好，钩好后将它缝到开始大致中间位置，沿着最后一圈针目和主体缝合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的方法。开口放在对应位置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位置随机。跳最后一圈针目与主体卷针缝合。完成后，将线头在反面收好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，装饰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包带的制作，由固定带和包带组成。先钩织固定带，钩好后，将它缝到主体的另一面，上方距离边缘约2厘米，下方间隔约8行缝合。这里缝合没有要求，缝合牢固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完成。接着来安装包带，先在主体第12圈两边各缝一个 D 字扣，2个 D 字扣之间间隔约23针。下面演示一下 D 字扣的缝合方法。使用钩织主体织片的线缝合。开始预留一点线头。固定牢固后，将线头打死结。穿到反面，顺着纹理收好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D 字扣缝好后，取出包带，然后从固定带中穿过，再将两边扣在 D 字扣上。
这样包带就完成了，这款包包也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